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1949年8月，中共建政前夕，毛泽东曾发表过著名的评论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标志着中美关系走向历史性赤字。此后，两国关系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一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两国关系才开始解冻。过去50多年，中美关系起起伏伏，但两国之间的经贸、学术、文化交流一直没有中断。但最近几年，中美交流再度出现了历史性赤字。美国来中国的留学生人数骤减，2022年仅有350人，2023年底反弹到700人。去美国留学的中国人也开始减少，两国间的经贸关系也大幅降温。2023年，墨西哥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此外，皮尤研究中心5月1日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81%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其中43%的人对中国持非常负面的看法，而2006年只有29%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中国方面没有这方面的可靠数据，但近几年好几部中国票房最成功的电影都是关于朝鲜战争的，也就是中国和美国打仗的片子。中美之间的交流为什么会再度进入历史性赤字？今后还会继续恶化吗？这项赤字会对两国关系和两国自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一期我们邀请了政治社会学家丁学良来分享他的观察和见解。丁学良是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他1984年赴美国留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经在美国智库工作过。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现代化、全球化与国际竞争、公共治理、转型社会的政治经济等。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和《中国经济再崛起》等。丁老师您好。你好，你好，你好。您今天的这件衣服看得很好啊，非常适合上镜头。这件衣服是非常有纪念意义，我是为了做这个节目翻箱倒柜才找到这一件。这件衣服呢是1988年夏天，我那个是在哈佛大学读博士，为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10周年呢，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会，然后就通过哈佛大学的学生会邀请我过去做一个报告，然后报告完了以后就送了这个 T 恤给我。而那个时候做报告的时候，底下听众那种情绪的热烈，对中国留学生的开放，那种就是说随即爆发出来的那种感情，现在回忆起来就好像在回忆1个世纪以前了。今年是我到美国去留学40周年的纪念，人生没有几个40年呐。对呀，对呀。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1984年8月29号我离开北京的。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就离开了中国，到了美国。而且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8月30号到了美国以后，然后没有到1个星期就获得了3个非常重要的邀请，可见那个时候美中之间交流有多么的有活力。一个邀请呢是哈佛大学邀请我去参加一个 seminar， 那么组织者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全世界研究中国文革的头号权威 McFarquhar， 中文名字叫马诺德，是我的恩师之一，已经去世了。他邀请我到哈佛去参加一个 seminar。第二个邀请是来自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研究中心，邀请我的人他现在还健在，因为他跟我年纪差不多。他研究的是3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一个是中国，一个是苏俄，有苏联和俄罗斯，还有一个日本。他3国语言都行，是个语言天才。他邀我到普林斯顿 International Center 参加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seminar。那么第3个邀请呢，现在想想根本就是说，你觉得就觉得像做梦一样，就接到了美国国务院的邀请。美国国务院里面有一个非常资深的研究人员，他代表美国国务院的就是这个 Deputy Secretary， 邀请我到华盛顿去给他座谈。对，副国务卿。我就是一个来读书的。我当时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感到很惊讶。他问您什么呢？我当时很紧张啊。我心想我现在我的英语口语又这么破。对呀。然后呢，我跑到美国国务院去跟这么高的高官谈，我也不是个外交家。
而且我出国之前受到所谓的不利的什么革命教育啊，到了美国去以后要注意啊，一下子就是被美国影响到了，到了国外以后更要注意什么间谍啊什么等等啊，就很多的革命教育。所以我跑到华盛顿去以后，我当时我很惊讶，我把护照也带了，把学生证也带了，把所有的 papers 都带了，因为我想到国务院还得了。然后到了国务院大门的时候，我竟然 surprise， 没有人查我这些证件，然后就问我来有没有 appointment， 我说有，我说几点钟，我想是谁给我打电话的，然后他就拿了一张纸一看，哦，他是的，他说你进去吧，证件都没看就让我进到美国国务院。谈的那个问题当时是美国非常关心的，你们中国的受过最好教育的这些人，而且你们也经历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经历了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很多的运动也好，翻天覆地的事儿也好，因为他们对我的 background 已经查过了，也都知道我小时候的时候大概情况怎么样，是农村里来的。然后他的问题集中在什么？集中在美中之间的交往，除了高层的外交这些方面以外，在你这样的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眼里看来，还有哪些方面美国可以做得更多，而且能够获得中国方面的积极的回应。我当时提了好多具体的建议，其中有2条建议，我当时是到美国去，这样时间不长，我是听到别人讲我很有感触的。哪一个呢？第一，我要你们呐，对中国来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一定要注意中国政府资助的，就中国政府当时他有那个教育部的那些项目嘛，他们对于做理工的专业的学生，中国政府是 priority， 是这个优先，但中国政府对到美国来学社会科学的基本上不是 priority。所以你们美国要资助中国学生的话，对，一定要资助做社会科学。我当时讲，中国的科学技术虽然跟美国相比差距很大，中国的社会科学差距就更大了。如果在这个领域里面，如果没有美国的资助的话，那么想到美国来学习社会科学拿博士学位的这个机会，那在中国来讲是微乎其微。这是我提的第1条重要的。第2条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到美国来的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如果他是中国政府资助的话，我听到了很多的这些很负面的讲法，因为那时候中国比较穷嘛，每个月的这个300多美元，然后还扣下来一部分钱是做那个医疗保险。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的官派的留学生只能够住在最贫困最糟糕的地点。如果说这些学生在美国度过的这几年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待下去的话，即使他们没有受到犯罪或暴力的影响，他们对美国留下的印象是一塌糊涂。然后那个国务院的官员就听到以后都很理解，他是的，但我们美国的有些 cities， 就所谓的 inner cities， 就是老的城市的市中心部分，他说我们有很多的中产阶级都已经走了，就像是破破烂烂。但我们知道这些情况，但是你不能让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来，带着这样的印象又回到中国去了，以后对美国的印象会一塌糊涂。你们在夏天的时候最好组织一些 group，也不要太费钱，搞个大巴嘛，就拉着到美国有纪念意义的地方，让他们看看美国有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东西，让他们看，让他们记得，让他们留下对美国的非常值得的那些印象。除了那个他们住的那很糟糕的地方，也是美国的一部分，但那不是美国的全部。我当时觉得我还对美中之间的交流，真是实事求是提了一些建议。您这说的真的是不得不感慨一下，就是现在和80年代的时候中美关系的非常非常不一样。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刚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几十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和制作，这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花时间与采访对象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问出好的问题，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对话。不明白播客会继续致力于制作高品质的新闻内容，
让中国人听到深刻的思考、真实的情感，在这个灰暗不确定的年代，听到彼此心中的一点坚持。请大家继续支持不明白播客，让我们把这个事业长期的进行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捐赠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不明白.net 的捐赠页面。我想问一下，我的简介里面我也说了，就是从数据看，中美之间的这个交流合作在最近几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您认为这种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因为在这个之前呢，它有个高峰，在这个高峰之前呢，也有一个波折，就像你所讲的，它有起伏，但总的趋势是往上走。走到什么时候是个高峰呢？在我的观察中间，大概走到了08、09年。2010年的时候就到了高峰。当然我们这些研究中国观察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对当时的高峰是因为08年北京奥运。那么在奥运之前好几年，中国的官方利用一切渠道，包括利用海外华人的渠道，包括利用所谓中国人民老朋友这些渠道，来拓展中国对外开放的这些大门也好，窗户也好，小道也好，前门也好，后门也好。因为我对这个事情印象非常深刻，因为2005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你知道的，我当时是被美国卡内基基金会任命为驻北京的代表，而做的那个项目就是全球化对美中关系的挑战。我这个办公室在哪儿呢？你很熟悉，就是在友谊宾馆。就差不多每天都会接待来自于西方的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学界的，包括媒体的，包括外交人士，包括商业人士，当然还偶尔也会接待一些交流学生。所以我对那段时间，我觉得那个时候是高峰。大概从09年、10年这个高峰以后呢，出现了就缓缓的下降，但不是急剧下降。真正的急剧下降是后来几年。那么后来几年呢，当然这中间我们必须要把3年多的这个疫情这个事情要撇开，因为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儿。因为我3年多疫情，像我们这些人都丧失了自由行动的权利，不要说外国人了。撇开这个3年多，在疫情以前就已经显著的往下走。那么本来我们有一个指望，就是解除了这个严格的疫情防疫以后，就像中国的经济一样，很多人都有一个指望，是不是有个反弹，有个回温回潮。那么现在显然看起来，就像疫情防疫结束以后，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急剧的上升，美中之间的交往也没有出现这个势头，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你说要问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的观察中间，大概就是从2010年以后就持续的下降。对，而且这个持续的下降很快又到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关节点，那就是到了2018年的时候，美中之间打起来贸易战，那一下子就急剧下来了。在这个之前，中国已经有很多的政策，但美国是在特朗普的时候出来的这些政策带有戏剧性，一下子就是交流，一下子进入冬天。这个就是双方决策层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不是，因为在特朗普打贸易战之前，美国方面对中国方面已经有很多的抱怨，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但是那些抱怨都是，大部分是来自于教育界、学术界，少部分是来自于当然媒体抱怨是最多了。但是呢，那个时候美国政府的官员也抱怨，但是那个时候的抱怨呢，他们是那么多年的抱怨是抱着一种期望，就他们的抱怨能够使中国的官方有积极的回应，然后呢就会消除来自于中国方面的不利于双方交流的那些措施、那些做法，或者是那些规章制度。等到特朗普2018年开始打新贸易战以后，一下子就把过去积累了多少年的美国方面的那些不满或怨恨、那些抱怨，就爆发性的出来了。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当时两边吵架的时候，你比如说说这个中国的外交官在美国，不管是在华盛顿还是在其他几个城市，要离开那个市中心他的办公地点多少英里之内 ，that's OK， 但是超出了那些英里范围之外，要先报备，然后中国就很恼火，官方就认为这样非常不利于中国外交官在美国的活动，然后美国的官方就讲，你们中国对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了，就实际上美国方面已经是把这些事情已经是开始对等了，是吧？就是要不对的。但以前美国方面呢还不大好意思把这个话讲破，但在特朗普的时候，慢慢的把以前的话都拿出来讲破了。然后这个关系就不行了。你看，还有以前美国方面，我讲，因为今天讲的我们是美中啊，实际上不仅仅是美国，包括欧洲，甚至包括亚太地区，像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也都有类似的这个抱怨，就是中国在大概是从2015年吧，也许14年开始了，就是这个网站就基本上跟外部世界就 cut off。我们讲什么脱钩是指经济贸易或技术的脱钩，但是在互联网上面这个脱钩的话，远远走在经济贸易或技术之前。这样一来也使得不管是美国的、欧洲的还是亚太地区外部世界的学生也好、学者也好等等，一到中国大陆去以后，非常的不习惯，因为他跟外部朋友也好、亲人也好的这个联系，就变得基本上是不可能。像所谓这些抱怨以前都有，对，就要翻墙。但是到了2018年的时候就爆发出来，像火山一样的爆发出来。就中国决策层表示希望加强双方的这个交流，而且表示未来5年愿意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但是2023年的美国在中国的留学生还是只有700人，而这个数字呢，2018年的时候也还有11000人以上。您觉得就是为什么愿意来中国的美国留学生出现了骤减？我们都晓得，在美国，你让那些美国的青年，不管是亚裔还是非亚裔的，不管是哪一个族裔的，你让他花那么多的精力、那么多的时间到中国来，即使他得到一部分的这个资助，但他还是要有额外的自己的花费，还加上时间的花费。他为什么到你中国来？要么他在感情上对你这里很正面、很喜欢，甚至很入迷。还有一个比这原因更重要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对他本人学业以及学业以后的就业是一个重要的投资，是不是？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对外开放，然后美中之间的经济也好、技术也好、文化也好，以后的渠道越来越宽敞，那么这些青年到中国来留学、来交流，我讲的不是那个来1-2个礼拜就走的这种游客、观光客，我讲的就是至少到中国来待1个学期，甚至待1个学年，甚至待2年、3年都有的。他投资这么多干嘛？他不就是以后有个指望，就是说，对，他因为对中国有了这样的一种投入，以后对他的青年人的成长，他有一个回报。但从2016年以后吧，我所遇到的美国的、加拿大的、澳大利亚的、欧洲的青年人，我讲的青年人从20岁到35岁这个档次的，越来越不看好他们到中国来这个投资的回报。因为美国的学生也好，青年人也好，要到中国来的话，除非他家里经济情况非常好的，而且这些青年人本人也愿意把他财政方面的这些条件投入到和中国的交流，否则的话，他就必须要获得家庭之外的很多的资助。我们在美国都知道，美国实际上基金会很多，美国的好的大学里面的交流的那个 scholarship，这个 fellowship 就是这个奖学金呐，或者是什么东西啊 program 的，这样很多。但是美国不是仅仅只跟中国一个国家打交道，他跟那么多国家打交道，
他为什么跟他非亲非故的，他能够 sponsor 能够出资金来资助这些年轻人，而且他不是支持一点点小数字，而且不是支持他到中国来短期的，而是中长期的。这后面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这个强大的推动力至少有一部分属于这个政治上的正面的期待，你中国不是我的敌人，我们资助我们美国的青年到你中国来，是一种为了未来的友好和合作。而这个在最近几年，像这种正面的态度基本上给清扫的差不多了，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你看就是在今天纽约时报里面就有一篇评论，这个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副教授嘛，他上面就讲了一句话嘛，但现在在美国，尤其在华盛顿，只要你讲任何事前面加一个 Chinese， 对方马上就搞得非常紧张，就是在政治上有那么多的负面，而这些问题绝对不是完全归于是特朗普这个一个人把搞坏掉了，不是这样子。特朗普的贡献在这方面，但他绝对不是归于他本人。有很多的美国主流媒体在分析他4年做过哪些正面的或负面的事情。有一句话我印象太深刻了，说假如特朗普还留下了后面的什么遗产，不会被后人所抛弃的话，现在只有一条，就是他对中国采取了比以前不一样的政策，这可能是他留下来的最重要的遗产。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是这样子。对，拜登政府其实是继承了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对华政策，大方向是一致的，而且现在是对华政策是国会两党最容易达成共识的一个议题。我想也问您一下，就是中国决策层想要邀请5万美国人到中国，这让我想起来就是1984年的时候，中国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到中国访问，当时电视上我们都看很多的这个新闻的这个镜头，就是非常的热烈，那可以说是中国和世界最热切的发展关系的时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决策层现在突然希望双方加强交流，但是呢，这个呼吁为什么好像美国这边反应并不强烈呢？对啊，这才是这种我们高度关注，并且要收集足够的资料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在我的观察中间，就是因为你现在中国方面提出一个正式的一个目标，提出一个数字，那么5年，那么每年就要有1万名美国的学生要过来。但是布林肯前不久访华的时候就讲了，如果你真的想更多的美国青年人到中国来的话，你应该在哪些方面要考虑改进你中国的现在的做法、规章制度，或者是具体的一些障碍。如果你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你仅仅提出一个目标，你是没办法。我们都知道在美国跟在中国不一样，假如是美国方面要提出来，未来5年要欢迎不是5万15万中国学生到美国来，即便中国学生不愿意到美国去，在中国只要党团组织一组布置下来，马上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但是美国学生，美国政府也好，美国的这个大学也好，他没办法让美国学生做他们不想做的事，他们不愿意做的事，这才是问题的要害。就是布林肯讲的，你一定要想想看，为什么人家不愿意来。我来说一下布林肯当时说了什么吧。就是4月份的时候，他说如果就是中国想要吸引更多的美国人来，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条件，让学术活动在任何地方都能发展进步，自由和公开的讨论想法，获得广泛的信息，旅行便利，对参与者的安全保障和这个隐私保护有信心。我想问一下，您觉得北京方面有可能做出这些改变吗？现在还没有重要的迹象，他们要做这些改变。我想微小的改变是可能的，但是要在大面积上做出这种改变的话，这必须是北京的中央一级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才能这样，否则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政府能做到改变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的。这是国家性的体制问题。当然我们会晓得，中国机构，不管是教育机构也好，对外交流机构也好，文化机构也好，科学技术机构也好，
甚至什么宗教呀、什么东西啊、艺术啊等等。如果是中国的最高层提出来一个目标，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把这个数字给填满。但是有没有那种实际效果，我一点都不乐观。你要晓得，在中国，只要最高层提出一个数字的目标，这个数字目标从来都能够超额完成。但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一点都没有这种信心。您愿意展望一下，就是接下来5年或者10年，中美交流就是最好和最坏的可能性吗？然后他们分别会对中美关系和两国自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深刻的和有意义的问题。我们现在站在现在的这个时间框架里看，如果中方能够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的1年，这1年半之内，能够把布林肯访华的时候讲的那些障碍中间，先解决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解决的那些问题，比如说，能不能让美国来的学生到了中国来以后，他们住的宿舍，或者是他们用的阅览室，或者他们用的那个 facilities 那些设备等等，就像中国的有些非常重要的公司或厂商和外资厂商一样，能够从外面的网络顺利的交流，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到的。你比如说每一个大学，特别是重要的大学，如果他有来了几十个美国来的学生交流学生的话，就干脆就批出来一个 conference room 一个房间嘛，他们要跟外面交流，只让他们在这里交流。你毕竟还是表现出来你有这种理解和支持。我想说，今年的下半年或明年1年，把布林肯提出来的一些障碍，先找出3个来，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3个，基本解决，那么你这个诚意就出来了。因为我们在美国都待过的，美国的年轻人绝大部分人是比较开放，他们如果以前听到过什么、读到过什么负面的东西关于中国，如果他到中国来的时候，他没有遇到这种现实，他们是很快能改变以前的负面印象。就怕他们跑到中国来以后，发现比他们在外面听到的还要严重，那后面的人就不会来了。对，是的。我一直讲，就是在美国，你没有一个机构能强迫美国学生做他们不愿做的事。再举个例子，就是中国网页上，包括中国在海外的，就讲美国现在对中国去的留学生不友好啊，然后什么拒签呐等等的。我为了你这个节目，还特地去请教了这方面的专门做这个交流的那个统计数字的，说去年中国大陆的学生在美国啊被拒签的是4250分之一，4250分之一。哦，那就是去年曾经拿到美国签证，但是在入境的时候被拒绝入境的中国学生比例是4250分之一，那其实是很少的，很少比例的。所以你就讲要对等的话，对，中国的条件在很多方面是不如美国，你就说不能完全对等，但你这个差距不能太大。我从中国到美国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很多条件是很差很差很差的，但那个时候你无论是我们这种人到了国外去跟国外人介绍中国，还是国外的人到了中国来，他有一个非常乐观的期待，我们是真心的，我们不跑到外国去蒙老外，我们自己都知道。现在的中国有很多的毛病，但今天的中国比昨天或前天的中国已经开放了很多了，明天或后天的中国一定会更加开放。您真是这么觉得吗？明天和后天的中国一定会更加开放吗？我们那时候就是啊，我84年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信心的。是您以前是这么觉得，那您现在还有这个信心吗？没有啊，我现在没办法，跟人家就是说，今天的中国比昨天或前天更好，大不了就疫情可能比去年好一些，疫情呢防控，其他方面我就想不出来。你问这个会以后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以后会造成的后果非常非常，带来的代价会非常非常之大。因为在我阅读或做研究教书中间，我们都知道，那是在1972年以后的美中交往中起过非常重大作用的那些美国人，
你一旦了解了他们的背景呢，你就发现了很值得惊讶。因为在波士顿，我经常发现人家主动来找我们这些大陆去的留学生，一问我的父母亲，1949年以前在中国干嘛？有的人说我爷爷奶奶在中国干嘛？你一下知道这个家庭对后代的影响有多大。我能举出一大堆人的例子，比如说在美中建交的时候，起过非常重大作用的一个布鲁门塞尔商业部长，他对中国那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美国犹太人。小布什为什么对中国那么友好啊？为什么08年的那个奥运，小布什要一家人跑到北京去看支持你啊？是因为小布什在他爸爸老布什在北京的时候，小布什在北京度过非常愉快的日子，而且他经常讲，全家骑这个自行车到处骑，非常 open， 那这个中国非常友好。那这个中国又穷又落后，但是给人家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美国人对中国没有天然的偏见，即使有偏见的人是极少的。你能够想象到，在未来的10年，我不讲了，10年之内如果没有改进的话，在这个10年之内没有足够的美国的年轻人到中国来待足够长的时间，我跟你讲，那么整个这一代美国青年人对中国留下的印象就是负面的印象，中国现在不是有一个术语吗？定格在什么地方？他对你中国的了解、理解、看法、判断就定格在负面。我来说一下，就是中国对美国的现在的看法也是定格在负面。如果你看那个社交媒体上，不管出来什么事情，反正责任全在美方，就是不管是哪怕是和中国、美国没有关系的问题，最后都能是说是因为美国在后面如何如何。就是实际上中国民间和中国网络上对美国的看法也是非常非常负面，虽然我们没有特别明确的可靠的数据可以证实这样子。您觉得就是这样子的话，对中国自身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网络是极其被严格控制的，在中国的网络上能够待个几个小时的那些信息也好，图片也好，或者是 whatever， 我们讲不管是表达的东西是多么糟糕也好，是没有被404的，没有被删掉的。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你仅仅依靠中国的网络来判断这是不是中国民众对美国的真实的心态，很容易受误导。真正的中国人民中间对美国抱有那么多仇恨的人是少数。我虽然没有做过这样的民意调查，我就是凭着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这么几十年跟中国的教育界、媒体界、文化界、科技界、经济界打交道，我能很放心的讲，这并不是说不批评美国，不批评美国的政策，不批评美国的有些社会里面的糟糕的东西。这个像我一样，我最批评美国的就是美国的枪支泛滥造成的暴力犯罪。我差不多在任何一个场合之下，把这个列作美国的第一个社会大毛病。但是这个并不影响我对美国其他方面的正面的评价，而且我相信，只要有足够的美国的青年到中国来，就会扭转他们从中国的网络上所获得的那种极其负面甚至充满着仇恨的影响。这个非常糟糕，绝对不能这样，绝对不能允许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也不能小看了这个中共他的这种仇恨教育啊，他的网络上是铺天盖地的这样子的一种仇恨美国的情绪。现在中国票房最高的电影《长津湖》就是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这个我们不得不否认啊，这是明显的，你不是说是一个少数人的，我觉得还是一个挺普遍的情绪。因为你说美国人到中国来，他们可以接触的是人，但是中国它的互联网的环境是，它的信息的环境是一个封闭的，它能够接受到，让他接受到的就是仇恨的，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这个并不是说老百姓不好或者怎么回事，他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很多人很难去区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看，在这一点上，我这一代人呢有一个经验可以作为一个参照，就是在毛泽东还在世72年以后，有极少数的北美，包括加拿大、美国来的交流学生到中国来，虽然不是来拿学位。那个时候中国社会里面也是充满了地方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联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天天喊革命口号，天天那么
早上起来还有就是做那个什么体操。但是我接触过的那个前期那些到美国来的那个北美的那些学生，他们就讲在私下里，他们那个时候接触到的中国的青年人，对美国充满了好奇，而且甚至表达了，虽然在公开场合不敢讲，甚至表达了希望有一天，就像你们能够到中国来一样，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到你们美国去看看。那我们说一下，就是经济上的经贸的这种关系，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都在加速和中国脱钩，或者说好听一点是去风险，他们再把这个供应链转移到中国之外。就2023年的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就是也是90年代以来的最低的，有不少中国人担忧在沿海和大中城市尤其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就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繁荣在多大程度上是获益于中国和美国或者中国和这种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个经贸交流？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只要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在美中贸易战2018年到2022年这段时间里面，你能看到很多的统计数据，就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1978年开始，一直到2018年这段时间，这个漫长的这段时间里面，中国出口所赚出来的贸易的顺差最大的来源，第一个是美国，第二个是欧洲。换句话说，那个硬通币的赚钱，这两个是最大的来源。稍微实事求是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当然，后来中国积累了很多的外汇以后，做什么“一带一路”啊，然后帮助什么很穷的国家啊，什么这个那个的，那是另外一码事。你从那些国家那里，你能够获得很多的原料，你会把中国生产的那些中档、中下档的那些产品卖到那儿去，多多少少也能解决中国一些就业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来讲，要从现在的中等收入的水平往上走，又走出中等收入的陷阱，你绝对不可能走上去。如果你跟美国关系搞得越来越差，然后又跟欧洲关系搞得越来越不好，因为美国虽然现在反复强调不是要脱钩，但是在非常核心的领域里面，它越来越不让你享受以前的那些待遇。那么欧洲虽然没有做到美国那个地步，但是欧洲在这些方面也在慢慢的做。我们可以设想，现在呢，本来韩国跟日本每过一段时间吵一架，为历史问题，你看得很清楚了。最近这2年多来，连韩国、日本都在不断的商量下一步在哪些领域里面，他们要增加合作。为什么？潜在的威胁是来自于中国。你再想想看，中国有那么多的重要的贸易对手，澳大利亚、新西兰，你也知道的这个 AUKUS， 现在韩国、日本都要加入 AUKUS 作为第2梯队，它不是第1梯队。这不是说你仅仅跟美国闹得不好，所以你看看过去几十年，甚至过去100多年，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头号的对外关系就是美国。中国只要是跟美国关系处得比较好，跟其他的发达国家的关系不会坏到哪儿去。中国只要跟美国关系搞得很糟糕，跟其他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会好到哪儿去，因为这里面有很深层的原因在那里。这才是我担忧的。我现在看不到改善的经验的支持，就是美中关系看不到。我只能现在看到双方现在能够做到的，就不要让这个关系酿造成为武装冲突最糟糕的局面。这个现在双方好像还有一点共识，别的大的问题基本上没什么共识。我们这一代如果没有1972年以后的美中关系的改善，没有1978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这一辈子全毁了。全毁了。是的，是的。我们的青少年时代就已经被毁了一半，后来给修补起来，才有了第2次机会，晓得吧？有了第3次机会。没有学上，还要去那个农村去再教育，是。然后我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拿的奖学金。虽然那个时候中国的政策讲我们这些在中国国内已经拿了硕士学位的人不能够办那个自费留学。其实我们哪能办自费留学呢？我们也没钱呢。实际上像我这样的钱全部来自于美国方面基金会或大学，他干嘛要资助你啊？他欠你吗？
他如果对中国之间交往没有一个乐观的展望，他干嘛要把这些钱资助你中国学生来念书啊？是。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种脱钩或者是中美关系的或者中美交流的这种的越来越降温，趋势越来越不容乐观，这样子的一种趋势越来越滑坡，对，越来越滑坡的这种趋势，您在大陆呀，在香港，就是周围大家对这种情况感到担心吗？非常，我讲的就是这个担心、担忧、忧虑、着急。在非正式场合，稍微非正，我讲的不是什么很秘密的，就稍微非正式场合之下，这是很普遍的情绪，是非常普遍的情绪。而且你会看得很清楚，就在这些年来，随着美中关系往下滑坡的时候，本来是属于中国大陆能获得的那些资源也好、机会也好、好处也好，在大量的流失，流到哪儿去了？头号的得益的获得好处的是台湾，第二个新加坡。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地方毕竟还是属于华人社会。你看这些年来，你比我更了解那些最重要的国际媒体原来的分局啊，原来是在中国大陆的走了，原来是在香港的走了，都没有办法待呀。我们不是说不想在中国待，是啊。然后呢，有那么多的学校，包括中学，包括什么英语学院、什么舞蹈学院、美术学院，还包括那些著名的大学，跟中国之间的那些交流项目越来越少，越来越枯萎。然后我也知道，对于美国来讲，他也不能完全不关心中国的事儿，因为中国必须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毕竟是还有对世界局势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你现在看得很清楚，他们的越来越多的这种交流的项目，包括学校的这个交流的项目，现在移到台湾，移到新加坡，靠这两个地方的信息来弥补他们不能在中国大陆。原来你也比我更清楚，在3年以前，全世界无论是研究中国，还是到中国投资，还是报道中国，还是交流等等，香港是了解中国大陆最好的橱窗。现在香港的这些机会也没了，是的，也没了。香港作为了解中国大陆最好的窗口，这已经是100多年了。哪怕在毛时代也是这样子。现在都连香港都没办法待了。是的。那我就讲，对我这样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来讲，那你以后和这个外部世界之间的交往，以后和这个外部世界的渠道在哪儿呢？你就是跟非洲，我讲你就是跟那个非洲做生意，原料你搞得再多，就是它的这个价值对你这个它的市场没有那么大。市场没那么大，而且他们不能够让你提升你的总体水平。你要提高你的总体水平，你全世界最大的来源就是美国，第二大来源是欧洲，第三大来源是亚太。对，你现在看看这3块，没有一块现在跟你之间那个渠道是畅通的，而且是明天比今天更畅通。没人敢讲这个话，没有人有这个信心。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接触的，就比如说，尤其是做生意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怎么办呢？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人，哪怕你有钱，非常担忧啊，非常担忧。你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在过去40多年中，有很多的沿海，甚至包括内地城市脱贫了，然后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他们家庭最考虑的问题，第一个让自己的孩子要出去留学，第二，如果他还有更多的钱的话，他就要考虑在美国，在北美要择产，买房子也好，存款也好，做投资也好。这是可以讲中国14亿人口中间的，现在被认为够得上中产阶级水平的4亿人中间，至少1亿人是这样的一种期待。这样他现在不一定有那个能力马上不到位，但至少有1亿人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对，你想想看。那么甚至现在美中关系搞得越来越糟糕，我到处都被人问，现在申请美国大学会怎么样？申请美国研究生会怎么样？我就要跟他们讲老实话，我说我们去的40年以前到美国去的时候，没有什么专业是我们中国大陆留学生是不能申请的，这样你不一定能进得去。对，我现在就不一样了，
还有我们以前像我们这些人在美国，是，如果我们在美国待下去，也不是很难的事儿。现在你没这个信心了。然后还有中国的到海外投资、家产。你像我认识那么多的35岁到50岁的这个档次的这个中年人，做企业做的相当成功，做贸易做的相当成功。他现在考虑的最大的问题是把孩子和资产，但孩子是最大的资产，第二个就是金融的资产，怎么样的送出去？他送到哪儿啊？他会送到朝鲜吗？他会送到俄罗斯吗？他会送到伊朗吗？他会送到叙利亚吗？首选地北美，对，西欧，然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对，是的。就中国国内老百姓那句话非常清楚，只要是家里有了这个的钱了，眼睛往哪儿看，人人心里都有数。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要挪出去呢？安全呢，这个过程是要花出代价的，但只要把孩子和资产运出去了，未来他说能得到保护，是吧？他能得到保障，这是叫 insurance 啊，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就是想问您一下，就说能出去留学、能有钱往外移的人，还是占中国人是很少的，是吧？就是面对现在这样一些情况，就是普通的中国人可以怎么办呢？他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渠道能出国留学，能去到外面去买房子、什么置业了之类的，应该怎么看这个事情？也就像我们这样的人接触的人呢，多多少少还算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如果说根据我所听到的或阅读的资料的话，现在在中国大陆，那些中低收入的家庭是过一天算一天，因为很快像这些家庭，再过个10年到15年，就遇到了全中国一个最大的基本面上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退休金、养老金。因为再过个10年到15年，除了少数家庭以外，大多数中下等收入的家庭，独生子女已经到了40、50岁了，然后他们上面的长辈退休金、养老金非常非常的不够，微弱，然后他们的下面，他们的孩子就业前景不好，即使找到一份工作，收入有限，这是很现实的。像以前，因为我们香港嘛，靠近广东嘛，靠近这个沿海地区，你听听那些45岁以上人都讲，说以前呢，我们都晓得，只要你能吃苦，只要你不太笨，你的明天一定比今天更好，明天一定能多赚点钱。这个最近几年来讲这种话的人，我极少碰到这种人讲这种话。是，你再看看他的花钱的方式，这是很现实的，就是我们讲就是可支配的收入啊，你看就知道。以前在这个沿海地方的时候，因为他对未来有很好的期待，他无论是吃喝招待朋友、衣着、周末旅游、节日旅游什么的，到香港来购物等等，你一看就知道了。所以你看看他们我就感到很羡慕他们。我说你们那真是赶上了好时代啊！我说你们30来岁、40来岁就过这么好的日子。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在美国收入也没有像你们现在这么潇洒。当然，最近这几年，这种潇洒你基本上看不到了。对，你基本上看不到了。是的，是的。绝大部分人是都不知道明天、后天、大后天会怎么样。就从经济上，我讲这些人不是说哎呀他有什么伟大的梦想，我讲的不是，就是普通人，就是过日子的人。对，他们过日子嘛。啊，就是过日子的人，大部分都是考虑过日子嘛。是，哎呀，真的是。那其实就说，哪怕是过日子的人，实际上也许觉得中美关系这个话题实际上离他们很远，但是和他们的生活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息息相关。你想想看，为什么过去几十年来，那些出生于中下收入家庭的孩子们，他只要3件事情中间1件事情做成了，他就能够脱贫呢？第一个，他考上一个比较好的学校，用不得 top， 用不得最顶尖的，比较好的学校。然后呢，第二，学的专业比较实用，比如说机械的、加工的，对不对？等等。就是因为中国踏上了全球化的道路啊，才有了那么多的工作机会啊。如果他既没有考上一个比较好的学校，是也没有
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位。他如果辛辛苦苦，他跑到沿海开个小饭馆，开个小商铺，或者说当出租车司机，或者说做其他的一些服务工作，他也能脱贫，也能够把家里人从比较贫困的农村小地方接到沿海的大中城市，也是翻身了。如果没有中国在全球化中间得到那么多的机会和好处，这个水也流不到他们身上去。现在这个水是越来越枯，越来越少，不是完全没有，还有，但是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看，你现在只要到中国大陆，那些大城市，你就看看那些购物中心，你就知道了，冷冷清清。你再看看那些餐馆，很少有什么热热闹闹的那种场合。哎，真的是。好，那我们请每一位嘉宾推荐3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您有什么推荐？您是读那么多书的人，肯定有很多可以推荐的。非常感谢您让我推荐书，我们一辈子就是读书。哎呀，我们那个听众也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环节。哎，您说。第一本书是在美国影响了美国4代人对中国的了解，费正清写的《美国与中国》，这也是我到哈佛大学以后做助教必须读的书。而且这个书的中文翻译，但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买到，中文翻译是世界知识出版社第4版。你看了这个书就知道美中之间的过去的交往是怎么样的过来的，几个世纪，能读英文的能读中文都可以，也有繁体字版。这个是我推荐的第1本。我推荐的第2本，好，这个也是美国出的，美国华人办的一个叫做一家出版，1、2、3、4的1繁体字，家是嘉陵江的嘉，一家出版。李慎之与美国所，美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美国研究所。我出国以前，他是美国研究所的所长，也是我的师叔，是我的恩师的好朋友。这本书是回忆，他告诉你的什么呢？告诉你的就是从1970年代开始，这一帮人怎么样的推进了中美之间的相互的理解和相互的尊重以及相互的合作。虽然不是很学术性，但这些细节非常感人。而且这个在美国是在美国出的，这个因为在中国大陆这些书已经不能再出了。李慎之与美国所。李慎之与美国所。好。OK， 对，美国说的。我看过资中云他写的一个回忆录，他里面写了很多李慎之，这个人非常有魅力。不过，因为他是李慎之推荐当接班人的，这个不就是资中云吗？对，他里面写了很多李慎之是。然后第3本书就是我刚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马诺德一辈子最后一本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这个书有英文版，哈佛大学出的，也有繁体字版，我这个是简体字版。繁体字版和简体字版翻译基本上是一样的。看了这个书你就知道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对外部世界完全隔离，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巨大的伤害。因为我们这个书本身就是最早没有这个书的，我们做那个助教的时候是临时要找一些资料来翻译，然后经过多少次的筛选，才最后呢有了这部巨作。是非常好，精彩。好，谢谢丁老师，也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